點解一般人經常會喺股市投資交易入面輸錢？點樣先至能夠長期喺股市入面賺錢呢？莊家嘅思路同埋手法係啲乜嘢？作為散戶又有啲咩工具同埋技巧可以增加投資交易嘅勝算呢？大家好，歡迎收睇 N 加 TV， 我係不了。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點樣喺股市入面長期賺錢？呢一集將會分為以下8個部分： 1. 前言與股市模型； 2. 如何喺股市長期賺錢嘅鐵律； 3. 股價點解會上升； 4. 交易買賣點樣賺錢； 5. 股票嘅週期同埋莊家思路； 6. 圖表技術分析與指標； 7. 何謂高勝率嘅買點； 8. 股市入面嘅兵法。免責聲明：本影片只係學術分享，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不了亦唔保證我所講嘅分析或者內容絕對正確，只係分享我個人投資思考嘅方法俾大家參考。第一部分：前言與股市模型。話說有好多嘅網友都想不了分享一下投資相關嘅課題。今集不了將會分享自己核心交易投資嘅思考方法同埋心得，一啲最基本但係又最重要嘅工具同埋心法，幫助我喺股市入面賺錢達至財務自由嘅武功秘笈。坊間應該冇人會免費講出嚟，上堂至少都要1萬幾千，含金量極高，所以一定唔好錯過啊！適合風險承受力較高、想資本增值嘅朋友，交易初階至進階都適用，特別適合投資交易一直都賺唔到錢、停滯不前嘅朋友收睇，相信一定能夠帶俾大家一啲啟發，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股市係一個金錢交易往來嘅綜合體，唔同人用唔同嘅方法，亦都能夠喺股市入面賺錢，而佢哋對股市嘅認知理解、思維模型同埋心態各有不同，就好似西醫同埋中醫對待人體有唔同嘅思維模型一樣。同樣係醫病，中醫將人體睇成為一個整體，以陰陽平衡嘅方法去治療，由上而下；而西醫就將人體同埋病理分拆為最細嘅單位去研究，細菌病毒致病嘅原因，各個器官嘅問題針對治療，由下而上。同樣，股市亦都類似，你可以用唔同嘅模型去理解佢。不了喺第13同埋第14集就用公司賺錢、股東投資嘅角度去了解股市。如果仲未睇嘅話，記住先睇翻呢2集。今集不了將會用另一個角度，偏向以交易嘅角度，以戰爭行軍打仗嘅模型做比喻，由下而上嘅方式帶大家了解佢，學會點樣喺股市入面賺錢。第2部分：點樣喺股市長期賺錢嘅鐵律。點樣做到喺股市入面長期賺錢？有2點。第一，守住本金。巴菲特投資嘅第一條規則，唔好輸錢。當你輸10%，攀平所需嘅獲利係11%；當你輸30%，攀平所需嘅獲利係43%；當你輸50%，攀平所需要嘅獲利係100%；當你輸90%，攀平所需嘅獲利係900%。呢度想強調嘅係，絕對唔好發生足以造成賬戶嚴重傷害嘅虧損，虧損越大就越難以復原。無論係長線投資定係短線交易，呢一個都係鐵律。記住不了金句：守住本金，守住本金，守住本金。孫子兵法講：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由於呢一段對我嘅投資交易有非常重要嘅指導作用，我一定要將佢用白話做解釋。孫子話：以前善於用兵作戰嘅人，總係首先創造自己不可以被戰勝嘅條件，並且等待可以戰勝敵人嘅機會，令到自己不可以被戰勝。佢嘅主動權係掌握喺自己手入面，而敵人係咪可以被戰勝，就在於敵人有冇俾我哋有可乘之機。所以善於作戰嘅人只能夠令到自己不被戰勝，而唔能夠令到敵人一定被我軍戰勝。所以話勝利係可以預見，但係唔能夠強求。股票交易同打仗一樣，冇必勝嘅，總會有風險。勝利可以預見，但係唔能夠強求。好多人話孫子講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但係其實孫子嘅原文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所謂不殆係指唔會有危險，而唔係勝利，即係連登仔所講嘅冇得輸，先求不敗，再求勝，先創造自己不可以被對方戰勝嘅條件。放響股市係啲咩意思呢？即係先令到自己唔好輸錢，再揾賺錢嘅機會，或者用現代嘅詞語去講，
高值博率，要打潛在利潤比潛在損失要大得多嘅仗。例如潛在損失係1%，潛在利潤係5% 或者10%，咁就係值博。相反，潛在損失係10%，而潛在利潤係10%，甚至只有1%，咁就係唔值博啦。呢個叫風險回報比或者盈虧比，一般至少要做到1:3先至合理，長期先至有機會賺錢。咁樣可能你會問，點樣控制潛在損失響指定範圍呢？其中一個方法係嚴守止蝕。舉一個例，你睇中一隻股票，現價係10蚊，你發現9個8有強烈嘅買盤支持，而且有機會能夠升到去11蚊，咁樣你將止蝕點定為9個8，止賺點係11蚊，潛在虧損就係2毫子，即係2%，潛在盈利係1蚊，即係10%，風險回報比係1:5，而前提係你必定要響股價跌到去9個8嘅時候果斷賣出，絕對唔能夠有任何嘅拖延。另一個方法係注碼控制或者資產配置。假如你係投資，仔細用基本面分析過呢隻股票嘅價值係50蚊，而佢依家嘅價格只係10蚊，有巨大嘅潛在獲利空間。假設你買入股票之後唔設止蝕，即係最大損失嘅風險係血本無歸，潛在損失係10蚊，而潛在嘅盈利係50蚊，即係用10蚊嘅潛在損失博取40蚊嘅潛在利潤。咁樣你都可以用落嘅注碼嚟控制風險。例如假設你有100萬，用10萬蚊買呢一隻股票，最大嘅損失就係10萬蚊。而如果順利嘅話，你就可以賺到40萬。響你100萬嘅本金而言，呢一筆嘅投資最大嘅損失就係你本金嘅10%，潛在回報係40%，風險回報比就係1:4啦。而投資交易框架要響股市入面長期賺錢，第二個要點就係要有自己嘅投資交易框架。如果大家有睇不了之前嘅影片，不了經常提及投資交易框架就係一套適合你又能夠長期賺錢嘅交易方法。如果你明白係啲咩嚟，就請先重溫一下之前嘅影片。當你能夠做到第一點，守住本金，只係做高值博率嘅交易，每次按呢一個輸少贏多，期望值係正嘅框架進行交易，長期不斷重複實行，就能夠做到資本增值嘅效果。有一啲朋友喺股市入面長期輸錢，其中一個重大原因就係對上面所講嘅風險回報比冇正確嘅認知。例如阿強做交易，止賺止蝕都係10%，風險回報比係1:1。假如眼光唔係特別準，勝率低嘅話，加上佣金同埋印花稅係負嘅期望值，喺數學上面長遠一定係會蝕錢嘅。就好似啲人去賭場賭大細咁樣，因為唯息通殺，買大同埋買細嘅勝率都係低於50%，期望值係負數。佢哋每次落注1蚊，平均每一次就會輸咗接近3仙；每落注1000蚊，平均每次就會輸咗接近28蚊。所以響阿強未參與投資交易之前，單係睇佢嘅做法，不料已經可以斷定阿強長遠係會輸錢收場嘅。假如了解風險回報比同埋期望值，咁點解仲會仍然有人輸錢嘅呢？主要有2個原因。第一，冇嚴格執行預定嘅計劃，好多人冇嚴格執行自己嘅計劃，冇做到知行合一，諗一套做一套。例如阿明觸及咗2% 嘅止蝕點，心諗不如等一下，可能會反彈呢，等一下啦。佢抱住僥倖心態，股價繼續下跌至5%。阿明心諗，唉，反正都輸咗啦，又跌咗咁多，唔會再跌啩。嗱，下次只要佢一反彈少少，我就會賣噶啦。呢隻股票真係彈咗一啲，但係阿明依然冇賣到出去。如是者，因為拖延、僥倖心態、明知故犯等等嘅原因，慢慢阿明輸咗10%、20%，越輸越多，最後唔止蝕，股票變成咗蟹貨。阿明有投資交易框架，但係因為冇嚴格執行，所以都係冇用，仍然輸錢。第二點，冇一個高勝率嘅買賣點。交易者即使了解正期望值同埋能夠嚴格執行，但係假如冇一個高勝率嘅買點買入，亦都會輸錢。例如響股災啱啱大跌開始嘅時候，走去接跌落嚟嘅刀，亂咁買入，唔夠一陣就觸及止蝕離場。即使風險回報比係1:5，但係因為錯誤嘅買入點，重複多次觸及止蝕，積少成多，亦都會造成一定嘅虧損。所以第二點要學習嘅就係要點樣揾一個高勝率嘅買點。何謂高勝率嘅買點呢？不利會響稍後嘅部分再分享。小結，要響股市入面長期賺錢，最重要有2點。第一係守住本金，第二係尋找適合自己同埋嚴格執行投資交易框架，至關重要。第3部分，股價點解會上升？一般要響股市入面賺錢，
離唔開低買高賣或者高買更高賣。要揾一隻上升嘅股票好重要。咁樣一隻股票嘅股價點解會上升呢？好多啱啱學習投資交易嘅朋友，一開始就會學技術分析或者指標，學習揾賣點，但係就從來冇問過呢一個問題：一隻股票點解會升呢？有人可能會答，因為經濟好，公司嘅業績好等等。但係有時候經濟或者公司嘅業績好，股價亦都會下跌嘅喎。不料從微觀角度帶大家思考，由最底層嘅邏輯揾答案。呢個係第13集入面介紹過嘅大利市，左右分別係買盤同埋賣盤。假設股票 Y 嘅股價依家係1蚊，買盤現價係1蚊，賣盤係1.01，買賣盤分別各有10萬股。咁樣咩時候股價會上升？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就係有人響1.01買入至少一手嘅股票。換句話講，有資金以高一個價位買入，就會令股價上升。點樣令股價升到1.02？就係有人用10.01蚊買晒1.01嘅股票，再有人用1.02買入至少一手股票。所以如果從微觀角度去睇，股價升跌視乎資金同埋股票嘅供求關係。有大量資金，股票求過於供，股價就會上升；相反，股票供過於求，股價就會下跌。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話：一切取決於供給同埋需求。不料中意將呢啲買賣盤想象為士兵行軍打仗，買盤嘅士兵人多勢眾，將賣盤嘅士兵殺光，就會向前推進一步。雙方誰勝誰負，升定係跌，就要睇邊一方實力較強，亦都要睇雙方嘅士氣、進攻嘅速度、新軍團增援嘅數量等等。呢啲士兵由唔同人帶領，包括大股東、機構投資者、莊家、炒家、散戶等等。如果現價係1蚊，要上升至目標價2蚊，途中會遇到好多敵軍或者伏兵，亦都要攻打好多嘅城池同埋要塞關口。咁樣咩情況會令到股價唔喐？就係冇人買，亦都冇人賣，或者攻守不分高下，買賣雙方士兵嘅力量相若，互相對峙，到達一個平衡點，股價就只會輕微上落或者甚至唔喐。咁樣咩情況會令到股價大幅上升？就係買方嘅力量突然大於賣方，打破平衡，買方嘅士兵不斷向前進攻，賣方嘅士兵不斷被殺或者後退。咁樣士兵咩時候會一齊向前衝呢？古時候打仗，當將軍發號施令，士兵就會一齊向前衝啦。咁樣邊個係將軍？有錢嘅大戶、莊家就係將軍，佢哋可以一呼百應，發動進攻。一般嘅散戶，包括不料嘅角色係啲乜嘢？可以算係跟從將軍打仗，帶少量士兵嘅小團長。第4部分，交易買賣點樣賺錢？交易就係一買一賣，賣出價比買入價高就能夠賺錢。1蚊買入，1.03賣出可以賺錢；1蚊買入，1.5甚至2蚊賣出亦都能夠賺錢。一買一賣可以想象為士兵進攻同埋倒戈嘅過程。所謂倒戈就係幫買方攻擊完賣方之後，又攻擊翻買方轉頭。即使將軍大戶要賺錢，最終同樣都要經過呢一個過程。所以你可以想象所有士兵都唔太團結，各有盤算，各為鬼胎，每人都希望將自己嘅利益最大化。你以為旁邊嘅係朋友，轉眼間可能下一刻會變成敵人倒戈，就好似電影無間道一樣。軍隊入面左邊有劉德華，右邊有梁朝偉，個個都可能係臥底。翻返去啱啱嘅例子，買賣盤1蚊同埋1.01各有10萬股，即係10萬士兵。1.02到1.04只有5萬士兵，到1.05又有10萬士兵。將軍想帶其他團長一齊向前衝鋒陷陣，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自己一夫當關，帶大量嘅士兵大軍壓境，或者散布利好進攻嘅消息或者評論，或者借利好嘅新聞消息，誘使其他游離唔團結嘅小團長一齊加入作戰。以下不料將會展述一次小型嘅上升周期。假設將軍突然帶一隊50萬嘅士兵打敗咗1.01嘅10萬士兵，剩低嘅40萬士兵就會留守響1.01嘅位置。有啲小團長可能就心諗，將軍似乎想發動進攻喎，而佢啱啱先至出兵，應該唔會太快倒戈。佢有40萬士兵，前面到1.05加埋先至得嗰25萬士兵。如果我依家將1.02嘅士兵殺咗，等將軍同埋其他人攻到1.05之上，到時我再倒戈，我就有賺啦。如果遇到伏兵，最多回頭我1.01倒戈，呢個進攻勝算好高。如是者，有幾個留意呢一隻股票嘅小團長都抱住同樣嘅心態，佢哋嘅心態統一咗啦，就係
發動進攻。當然，有啲小團長仍然半信半疑，唔敢行動。呢個時候，小團長 A 同埋 B 一馬當先向前進攻。團長 A 搶先一步，將102嘅5萬士兵殺咗，將骨架帶到去102。由於守軍已經被殺，小團長 B 嘅5萬士兵就停喺102嘅地方駐紮。呢一刻，1蚊到102分別有10萬、40萬同埋5萬士兵，共55萬士兵，比前面103到105加起嚟20萬賣方嘅士兵要多。呢個時候，小團長 C 心諗，家下敵寡我眾，響105之後就冇任何嘅士兵，就可以長驅直進，為所欲為，好大機會賺錢喎。按103買入，睇下呢個將軍點打先。於是者，小團長 C 就殺退咗103嘅5萬士兵。其他團長睇到102同埋103嘅守兵連環被擊破，一眾本來士氣低落嘅團長精神為之一振。突然，大將軍將10140萬嘅士兵向前推進，將104 5萬守軍亦都擊敗，剩低咗35萬士兵留守。呢個時候，一眾小團長嘅情緒更加激動，有啲人亦保持唔到原來嘅克制同埋理性啦，心諗此時不立戰功，更待何時？有幾個小團長每人殺咗2-3萬駐守向105嘅士兵，轉眼間105嘅10萬守軍灰飛煙滅，都變成咗買方駐守，共15萬兵，股價嚟到105。由於106到1毫半冇守軍，呢啲買方嘅小軍團情緒高漲，不甘寂寞，都想建功立業。有啲團長就向106、107進發，希望能夠捉到一啲殘兵敗卒。短短嘅2分鐘之間，買方由原來嘅1蚊進攻至107，呢個氣勢軍容可謂一時無兩，形成咗一個股價上升嘅趨勢。有一位團長 D 心情激動，好想賺錢，向108進軍5萬士兵。突然間，團長 D 嘅5萬士兵被殲滅咗，係邊個做嘅呢？原來係小團長 A 做嘅好事，佢倒戈啦。佢向102嘅時候進攻，108嘅時候倒戈，一來一回賺咗6仙。正如當初佢計劃預計，佢用1仙嘅潛在損失，成功換取6仙嘅回報，用51000蚊嘅成本，500蚊嘅潛在損失，成功賺咗3000蚊嘅利潤。其他團長睇到突然有伏兵出現，都警覺起上嚟，因為唔知道前面仲有幾多伏兵，都唔敢輕舉妄動再向前衝啦。向呢個時候，賣盤嘅軍隊講到，響過一嘅地方結集咗30萬士兵。睇到呢個情況，大將軍突然調派另外一支50萬軍隊向108地方駐紮。各個軍團見大將軍仍然冇退縮，精神為之一振。向109嘅小軍團嘅士兵亦都越嚟越多，有15萬咁多，而且佢哋仲向過一嘅守軍發動攻擊，但係久攻不破，進攻嘅速度同埋氣勢比之前都減弱咗好多啦。呢個時候，109嘅15萬士兵俾人殺咗，發生咗啲咩事呢？原來係大將軍做嘅，佢暗中向109倒戈咗。大將軍向101同埋104一共買入咗15萬股，向109暗中倒戈咗，總共賺咗10500蚊。大將軍呢個時候仲將108嘅50萬軍隊亦都撤走咗，所有小團長一片混亂，亦都唔知發生咗咩事。啱啱進攻過一嘅小團長 E， 雖然佢打算最壞嘅情況響108嘅時候離開，但係由於大將軍嘅撤兵，為咗保命，佢亦都跟住倒戈。但係呢個時候最多只能夠響107嘅位置倒戈。呢個時候情勢危急，佢根本分唔清敵我，冇辦法，唯有壯士斷臂，即使要輸3仙都要撤退。雖然比起佢交易框架預期輸多咗1仙，但係都總算嚴守止蝕。買賣雙方響攻擊方向同埋趨勢上面出現咗重大改變，本來買方進攻變成咗賣方進攻。原本守向106買方嘅小團長亦都撤退咗啦，分別向103同埋108加入攻擊嘅小團長 C 同埋 D， 見情勢有變，亦都向105倒戈咗。小團長 C 賺咗2仙，而 D 就輸咗3仙。又過咗一陣，大將軍50萬嘅軍隊竟然又再向前衝殺，向106又重新出現。小軍團心諗大將軍仍然喺度，又有翻信心，又再向前衝啦。往後股價一路拉升，重複發生，最後買方攻到去過3，賣方大軍加入，加上大將軍同埋小團長紛紛倒戈，趨勢嘅改變，最後又翻去過1，到達平衡狀態。隨住時間嘅推移，直到買方或者賣方發動下一輪攻擊，打破平衡，故事又重新開始，並且類似咁樣重複發生。將呢一個微觀過程變成圖表，大概會變成咁樣。股價由1蚊開始反覆上升同埋回調，
到過3之後反覆大跌同埋反彈，最後翻返去過1嘅水平。呢個就係從微觀角度睇股價上升過程嘅小故事，當中有人賺錢，包括大將軍、小團長 A 同埋 C， 亦都有人輸錢，包括小團長 D 同埋 E。大家睇唔睇到佢哋分別賺錢同埋輸錢嘅原因呢？例如小團長 A 點樣計算同埋執行自己嘅交易框架而賺錢，或者小團長 D 冇計劃行事，俾情緒帶動而輸錢。小團長 E 即使有止蝕計劃，但係損失仍然比止蝕點嘅預計多。仲有大將軍又點樣操控其他小軍團嘅情緒，響不斷拉升同埋震盪入面賺錢？另外，大家又睇唔睇到買賣雙方嘅計算、情緒、士氣、進攻速度同埋趨勢嘅改變呢？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話：貨幣加心理等於趨勢。仲有市場漲跌取決於供需，傻瓜多定係股票多？不料整呢一條片真係死好多嘅腦細胞，未訂閱嘅記住訂閱，差3000訂閱就到10萬啦！唔理你係弱水3000定係萬冇3000，咩都唔好做住，幫手撳個訂閱掣先，感激不盡。第5部分，股票嘅周期同埋莊家思路。股票嘅周期，有人用牛1、牛2、牛3、熊1、熊2、熊3嚟形容。其實如果用大將軍嘅心態去諗，就更加容易明白啦。大將軍就係操控股價走勢嘅主力，佢要賺錢，亦都離唔開交易，都要買貨同埋賣貨，都要經過攻擊同埋倒戈嘅過程。一般嚟講，佢哋要盡量引誘小團長、散戶以高價買貨，同時自己向不斷進出之間，將自己嘅持貨成本盡量壓低，減少一啲想響從中取利嘅人，用洗盤同埋震盪嘅方式趕走佢哋。大將軍一般賺錢嘅手法係： 1. 低位建倉， 2. 錯勝， 3. 洗盤， 4. 拉升， 5. 高位出貨。無論大至藍籌股、小至垃圾股，都離唔開呢一個周期。唔同嘅只係參與軍團嘅人數、拉升震盪嘅手法過程。股票周期重複發生，大家如果熟悉波浪理論，圖形亦都有啲類似。因為大將軍最終成功賺錢，亦都要經過呢一個過程，最後一定要經過拉升、高位出貨嘅過程。所以牛3急升係最賺錢嘅時候，但係亦都係最危險嘅時候。德國股神科斯托蘭尼話：崩盤通常係暴漲嘅前導，暴漲都係以崩盤收尾。所以每當股票急升，想賺錢嘅同時，亦都要好小心。想高買更高賣，要諗下自己，我會唔會係最後一個接火棒嘅人呢？巴菲特講：當你坐喺牌台上面，如果你唔知道邊一個係傻瓜，咁嗰一個傻瓜就係你啦。所以響交易之前，要觀察呢隻股票有冇大將軍，邊一個係大將軍。有啲股票根本冇大將軍，好少有新資金嘅加入，由於冇新資金係好難上升嘅，就唔使花時間睇啦。仲有喺買入之前，要判斷呢隻股票響邊一個階段，係咪適合自己嘅投資交易框架，先至出手買入啊。第6部分，圖表技術分析與指標。坊間有好多技術分析嘅工具，最大路主流、基本有用嘅就係阻力同埋支持位，同埋移動平均線。阻力與支持位或者區間，簡單嚟講，就係當股價每逢上升到達某個位置，就會回落，而當升穿咗之後，呢個位置就會由阻力位變成支持位。每逢回落到呢個位置，亦都會有一定嘅支持，觸發反彈。以第4部分嘅股票為例，假設股價每逢回落到1蚊就會反彈，咁樣1蚊就係一個支持位。當股價每逢上升到過3嘅時候就會回落，咁樣過3就係一個阻力位啦。微觀地去睇，你會發現響1蚊嘅位置可能有好多大嘅買盤聚集，而響過3嘅位置亦都可能出現好多嘅大沽盤聚集。買賣雙方嘅大將軍都會堅守呢一啲嘅位置，背後嘅原因可能有好多。例如大將軍認為1蚊係一個合理嘅價格，或者1蚊係佢嘅成本價，又或者佢知道如果1蚊失守咗，就會觸發好多其他嘅小軍團倒戈等等。所以我哋可以想象呢啲阻力支持位係一個城池、一個關隘或者軍事要塞，會有比較多嘅士兵聚集，比較難攻打。而當成功打敗敵軍，俾我軍佔領嘅時候，就會成為我軍嘅據地要塞，會有其他嘅小軍團一齊堅守呢一個陣地。例如過3係阻力位，假如突破咗之後，過3就會變成支持位，買方嘅軍隊就可以以此為後盾，進軍下一個嘅阻力要塞。例如過半嘅位置，
再講移動平均線，簡單嚟講就係以歷史 N 日嘅平均收市價連成一條平均線，例如10天平均線，就係將過往10日嘅收市價加埋再除以10。透過移動平均線，你就能夠知道呢隻股票過往一段時間嘅走勢、強弱變化等。舉例，較短日子嘅平均線勝穿較長日子嘅平均線，例如10天平均線勝穿20天同埋50天平均線，代表短時間走勢轉強，坊間叫黃金交叉。相反，較短日子嘅平均線跌穿較長日子嘅平均線，代表短線走勢轉弱，例如10天平均線跌穿20天同埋50天平均線，坊間叫死亡交叉。提一提，長期上升嘅大牛股一定會出現彩虹一樣嘅平均線，即係10天大過20天，大過50天，大過100天，大過150天，大過250天嘅平均線。短日子嘅平均線高過長日子嘅平均線，一條高過一條。相反，長期大跌嘅大熊股嘅平均線就啱啱相反啦。10天低過20天，低過50天，低過100天，低過150天，低過250天嘅平均線，一條低過一條。而每隻股票大升之前都一定會經過黃金交叉，例如10天平均線升穿20天平均線，或者20天平均線升穿60天平均線等等。佢哋係大升股嘅必由之路，係一定會經過嘅路徑，冇例外嘅。所以好多人睇到黃金交叉就知道未來股票走勢可能會向好，選擇加入買方一齊進攻。由於坊間有好多人參考移動平均線，每一條線嘅位置通常會有較多嘅士兵聚集，同支持與阻力位嘅用法類似。當股價升穿某條移動平均線之後，阻力就會變成支持。相反，當股價跌穿某一條移動平均線之後，支持就會變成阻力。你可以將呢一啲移動平均線想象成一啲移動嘅營寨，隨住軍隊嘅進軍路線而移動。阻力支持位同埋移動平均線仲有好多嘅細節，另外技術派仲有好多嘅指標，例如 MACD、RSI、保力加通道之類，篇幅有限，呢度就先唔講啦。第7部分，何謂高勝率嘅買點？翻返去第2部分嘅問題，何謂高勝率嘅買點呢？想象一下，如果你係一個小兵團嘅團長，向邊一個地方出擊最有利，潛在損失最細，而潛在回報又最大嘅呢？你應該唔會自己單槍匹馬孤軍出擊，一個人去攻擊百萬軍隊。你唔係趙子龍，唔能夠百萬軍中藏阿斗。你只係個小團長，面對前面賣方百萬士兵，響賣方主軍未有進攻嘅勢態或者意願之前，你帶住僅1萬士兵衝入去。你唔似大將軍有足夠嘅士兵，能夠改變其他人對呢隻股票走勢嘅睇法。冇人會跟你傻更更一齊去衝，好大可能就會響百萬軍中全軍覆沒。相反，你更加應該選擇一，最理想嘅情況係自己發動攻擊之後，其他兵團或者將軍會即刻跑去你前面攻擊前面嘅敵人，一呼百應向前攻擊，而你馬上就產生咗賬面盈利，相對安心。二，另外，如果賣方突然發動進攻，你希望背後會有源源不絕嘅援軍加入支持，令你安心。三，你預計不幸要倒戈撤退嘅話，向有限損失嘅情況之下可以安全撤退。所以你背住大城池關隘攻擊就最安全，因為買方嘅大將軍或者其他軍團都會加入固守城池，賣方難以攻下，亦都唔敢隨意發動進攻。如果咁啱呢個位置又係移動營寨嘅位置，就更加安全啦。翻返去股票，即係要響大支持位上面，再加上某啲移動平均線支持，就更安全，同時令你更加安心。如果呢啲位置接近黃金交叉，或者再加上某啲指標嘅買入觸發點，你就知道可能其他軍團可能隨時一齊發動進攻，疊加起嚟，勝算就大大提高啦。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所謂疊加，就好似物理學入面嘅共振效應。軍團 A 睇 RSI， 軍團 B 睇移動平均線黃金交叉，軍團 C 睇基本面，軍團 D 睇業績新聞等等。如果唔同因素同時利好，唔同軍團就可能同時一齊發動攻擊，上升嘅機會就更加大啦。相反，越遠離城池、營寨，或者越遠離大將軍或者主力軍隊出擊，你潛在嘅損失就會越大，同時潛在嘅回報亦都會越低。例如喺第4部分，大將軍響101開始發動大力攻擊，咁樣響102攻擊就會比響103攻擊值博，因為前者順利撤退嘅損失係1仙，後者就係2仙。仲有，響你考慮進攻之前，要先考慮有冇退路。例如你想買入5萬股，你要先確保後面有足夠嘅買盤俾你全身而退。
買盤嘅強度，其中一個判斷嘅方法就係進軍嘅速度。響大利是入面就係買盤增加同埋價格上升嘅速度。響圖表上面就係股價嘅斜率。如果3點鐘方向係平走橫行，咁樣2點鐘方向就係緩慢上升，1點鐘方向就係急速上升。時針響12點半嘅方向就係牛三嘅狀態，股價可能會隨時反轉。第8部分，股市入面嘅兵法。如果股票交易等於行軍打仗，咁樣孫子兵法就大派用場啦。不料分享3段好有意思嘅孫子兵法俾大家。1.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思係孫子話，戰爭係一個國家嘅頭等大事，關係到軍民嘅生死、國家嘅存亡，係唔能夠唔慎重周密地觀察、分析、研究。不料點評，呢個係孫子兵法嘅第一句。買股票同打仗一樣，亦都要做好觀察、分析、研究。響你買股票嘅時候，你有冇做足功課呢？ 2.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補法，故能為敗勝之政。意思係，所以打勝仗嘅軍隊總係響具備咗必勝嘅條件之後先至交戰，而打敗仗嘅部隊總係先交戰。響戰爭中企圖僥倖取勝，善於用兵嘅人，潛心研究致勝之道，修明政治，堅持致勝嘅法則，所以能夠主宰勝敗。不料點評，響你買股票嘅時候，係咪具備必勝嘅條件先至買入，定係企圖僥倖取勝呢？你又有冇堅定執行自己嘅交易框架呢？ 3.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有之，亂而取之，實而避之，強而避之，怒而鬧之，卑而驕之，逸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存也。意思係用兵作戰就係詭詐，因此有能力而扮晒冇能力，實際上要攻打就扮晒唔攻打，想攻打近處，但係就裝作攻打遠處，想攻打遠處就偏偏裝作攻打近處。對方貪利就用利益誘惑佢，對方混亂就趁機攻取佢，對方強大就要防備佢，對方暴躁易怒就可以撩到佢發嬲而失去理智，對方自卑而謹慎就令到佢驕傲自大，對方體力充沛就令到佢勞累，對方內部親密團結就挑撥離間。要攻打對方冇防備嘅地方，響對方冇料到嘅時機發動進攻，呢啲都係軍事家克敵制勝嘅秘訣，唔可以預先講明。不料點評，交易同埋用兵都一樣，就係詭詐。上面大將軍嘅兵法，即係莊家大戶嘅做法，即使有某個進攻或者撤退嘅意圖，但係都會用唔同嘅方法虛實，令到小軍團進退失據。例如用小利引誘，用情勢令到你貪婪、焦急、恐懼、憤怒，令你做失去理智嘅決定。有時候俾你以為佢係進攻買入，實際上佢暗中撤退沽緊貨；俾你以為佢係撤退沽貨，實際上佢就係進攻買入等等。例如微信裏投資騙局就通常會以小利引誘，取得你嘅信任，令到你放下戒心。全軍出擊嘅時候，佢哋就會用陷阱伏兵，將你全軍殲滅。又例如早前股市因為組合拳嘅政策而短時間急升咗幾千點，大軍急攻。如果你驚咗損失機會，跌入咗FOMO嘅狀態，俾情緒帶動，一齊高追急攻，冇考慮有利嘅買入點同埋期望值，最後好容易會輸錢收場。所以作為小軍團小散戶，一定要保持理性，唔好俾眼前嘅假象迷惑。孫子兵法仲有好多適合投資交易嘅智慧，篇幅有限，不料有機會再分享。總結，以上不料借咗打仗行軍嘅模型，希望幫助你了解咩係高勝率嘅買點。簡而言之，就係呢一個買點，好大機會後面有強大嘅防守力之餘，同時有巨大潛在嘅購買力，一呼百應向前面嘅賣盤進攻。如果配合正嘅期望值、資金配置、嚴格操作執行、良好心態等，就係一個長期重複執行就能夠賺錢嘅投資交易框架啦。無論短線交易或者長線投資都適用。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希望你能夠訂閱同埋分享，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全部精彩。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